各位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以前的孩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以前的小朋友啊，出门会学坏；现在的孩子呢，在家里就会学坏。他上网啦，他的手机啦，这是给父母造成非常多的痛苦和压力。现在孩子的问题层出不穷。那我们跟孩子讲话，其实也就像是我们在说法一样，我们在沟通表达一样。佛陀在《楞伽经》里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说法有3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善说法要。我们要跟别人说法，或者我们要告诉孩子事情，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要尽快让孩子知道，不要绕了半天，孩子还不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。我们上台说故事也是一样，我们上台分享也是一样。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尽快让听讲的人能够了解，善说法要。第二呢，善达法体。法体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真理。真理虽然无形无状，但是简单的讲，我们就是缩小自己，不要放大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做老师的，我们做长辈的，我们跟孩子讲话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弯不了腰，低不下头。明明有时候我们不对，我们急性子，我们坏脾气，我们却不跟孩子道歉，因为我们放大自己。如果我们善达法体，我们通达空性，我们缩小自己，我相信不论我们的说法和我们跟孩子的沟通都会容易得多。缩小自己，我也鼓励很多的父母，必要的时候跟孩子道歉。有的孩子他虽然年龄很小哦，只有8岁、10岁，但是他是比较叛逆性重的孩子，他要逆向操作法。你缩小自己，你告诉他爸爸妈妈的困难是什么，需要你帮忙，不是爸爸妈妈要管你，是爸爸妈妈跟你求救，跟你发出 SOS。有的孩子是买账的哦。缩小自己，善达法体。第3个，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要善于譬喻，多用小故事，因为故事让孩子听的时候，或者有些短的影片，孩子看起来没有压力，善于譬喻。所以我们跟孩子的沟通，甚至于夫妻之间的沟通，我们这3个方法，善说法要，重点是什么？第2，善达法体，缩小自己，尊重别人。第3，善于譬喻，多用小故事的方式，我相信别人更容易接受我们，孩子也容易接受我们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一位师姐，她事业做得很好。我到她公司去参观了，她的2个儿子、2个媳妇都在她的事业体里面，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负责，也都乖巧。孩子30、40岁了，我就问这位师姐，我说你的孩子怎么教的啊？教得这么好？这个师姐呢，事业做那么大嘛，那当然是有能力了，脑筋也可能也是比较清楚一点哦。她举了个例子告诉我，小时候呢，他的儿子2、3岁的时候，拿玩具汽车丢在他脸上，那当然很痛啊，玩具汽车是铁的啊。这位师姐呢，就把这个玩具拿起来丢回去小 baby 的脸上。他一丢小 baby 会痛就哭了。这个妈妈就告诉他的孩子，你丢妈妈，妈妈也痛，你不可以丢妈妈。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就了解说不要做让妈妈伤心的事情。我发现很多的父母呢，爱孩子，但是呢宠孩子，反而有时候让孩子分不清楚对和错，不肯拿起
自己的责任。但是也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呢，因为自己的脾气不好，自己脾气很暴躁，自己讲话很急，用词很重。我是鼓励我们各位爸爸妈妈，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心，建立自心净土。说真的，在我们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自心净土的话，我们来做妻子儿女的榜样，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，我们从净化自己进而建立家庭的净土，相信家人的相处会更和乐。我们要多花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，陪伴他成长。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。我的儿子呢，小时候4岁多就会背大悲咒了。他那么小又不认识字，怎么背的呢？就是我的师姐和我们一句教他，一句一句的教他，他慢慢，孩子的 mind 非常的干净，慢慢他就记住了，就背起来了。所以小时候常常带着孩子到医院去为病人去念大悲咒。那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呢，因为不肯花时间陪伴孩子，当发现孩子很多想法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，有时候已经是太慢了。孩子已经变得我们不熟悉了。记得我小时候讲了很多很多的因果故事给我的孩子听，包括因果的故事，地藏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很多因果的故事让孩子能够了解，一定不可以作恶，从小就协助他，帮助建构他的价值观。我也鼓励我的孩子吃素，可是呢，我不强迫他，他吃不吃随他，但是我讲给他听，为什么我们应该吃素。慢慢的，我的孩子就放弃了牛肉、猪肉，他先吃海产，进而海产也都不吃，后来就吃素了。我自己呢，因为素食了37年，那我经常都是每天呢2、3点起床，自己起来读书，自己起来用功。因为我少年时候行为很颠倒，所以我比一般的人可能要再加油一点点，要做更多的好事，要学习更多的佛法。我吃素37年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证严法师说，素食20年以上的人，如果还继续吃素的话，他身上的病只剩下3层，1层是替爸爸担的，1层是替妈妈担的，只有剩下1层是他自己的。各位读书会的好朋友， COVID-19， 我们的世界这么多的病毒，宿因、宿缘、宿主，它都是来讨债的。我自己素食37年，我发现我的体检报告好像都不会输给那个吃荤的人呢。有的人年龄轻我很多，也好像已经蛮多毛病了。我觉得我都还 OK。我觉得会不会跟我的素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？所以我也鼓励我的孩子吃素，因为我们一直这样鼓励他，渐渐的、慢慢的，他也就真的吃素了。很多的父母舍不得让儿女吃苦。各位好朋友，我要跟你报告，你舍不得让你的儿女吃苦，他将来到任何地方，别人都会让他吃苦，因为他容易自私，容易不负责任。我是鼓励做父母，我们给儿女最好的礼物是让他吃苦，鼓励他做家事，鼓励他承担家庭的责任，从小训练他，爱他，讲道理给他听。有一次啊，我的儿子小学2年级啊，
我们家住在离台北搜狗百货大概是走路10分钟。有一个下雨的夜晚，我开车载着我儿子到搜狗百货门口，下着雨呀，我儿子要到搜狗的10楼去买一个小玩具，我让他自己上楼。他上楼以后，下着雨，我就把车开走了。我回家，我知道儿子还小，我知道他困难，我知道下雨，可是我存心给他一点困难，因为他对台北收购也是蛮熟的，离我们台北当年的台北分会也是非常的近，我有把握他是找得到的。果然哦，过了差不多30分钟、40分钟时间，儿子哭着回来了，说：“爹地，爹地，你怎么把我丢在收购？”我说：“没办法啊，警察来赶啊，不让我停车啊。爹地只有把车开走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好棒哦，你自己又早着回来了。哎呀，淋了雨，哎，来，爹地帮你擦雨水。”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觉得要训练孩子，我非常重视孩子的耐压力、抗压力、忍耐力。我们从小训练他、锻炼他，我觉得对他的一生都是很有影响的。但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人呢，我觉得我们做爸爸的要像和风，我们要像朝阳，我们像阳光一样的引导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妻子儿女有正确的方向。我们要像和风一般，不要在家里面刮台风。我们慈济有一首歌哦，会唱的人可以跟着我一起唱：心思诚真为大地，慈悲喜舍为和风。证严法师告诉我们，诚正信实4个字，任何一个字都能成佛。慈济是品格教育，是人格教育。证严法师告诉我们，人格成，佛格成。所以我也常常跟很多的师兄师姐说，不要开口闭口都是慈济啦、慈济啦、上人啦。我觉得应该我们就是慈济的品牌，我们把自己做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鼓励。人生是非常多的辛苦的，但是我们来学习，不要在家人身上再增加压力。我们要像阳光，我们要像和风，我们就是家人的榜样。当妻子儿女有软弱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支持他，我们要做儿女的千里马。你知道飞机起飞是需要上升气流的，我们要做儿女翅膀下面的风。我的儿子啊，今年36岁了，他在慈济内部的分享也很多哦。听很多的人说他的分享比我受欢迎，我也很开心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很多资深师姐认识我的儿子，他们跟我说：“哎，周师兄，当年你儿子参加我们第1届的儿童精进班的时候，是最皮的孩子哎，常常别人在上课，你的儿子在后面跑来跑去，甚至于躺在地上。”我通通都记得，我当然记得。我以前出去外面演讲，有时候偶然带了我儿子出去，他也是啊，满场跑啊，我都不敢告诉别人那是我儿子，我不敢讲哎。但是我非常的疼他，以他为荣。我觉得我们做父母、做老师，要找出孩子的优点。记得早期我们慈济有一个师兄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小学老师哦，有一天呢，在夜市遇到他一个班上啊，以前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很爱爬高，非常爱爬高。有一次甚至于爬到教室的屋顶上下不来，在上面哭。老师没办法啊，最后找了很多的人借了楼梯来把孩子抱下来。这个孩子皮得要命，爱爬高。可是老师呢，在那么多年以后，在菜市场夜市遇到这个学生跟他的妻子。这个老师看那个学生穿的衣服很讲究，老师觉得很好奇。老师说：“当年你这么调皮哈，那你现在月收入多少钱啊？”那个孩子说：“老师，我现在每个月都赚20-30万。”老师一听差点昏倒。老师说：“
你做什么啊？你做什么每个月赚20-30万呢？这个孩子说：老师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爬高？老师说：对呀，你皮得要命，什么树你都往上面爬，还爬上过屋顶。那个孩子说：对呀，老师，我现在就专门在那个超高建筑帮别人锁螺丝钉，有很多很高的摩天大楼，那么高的楼他都上得去，都爬得上去，非常的专业，所以他的收入很高。这个老师听了也是没有话可以说哈。我记得我的儿子呢，小时候他的老师写联络簿给我说：周先生，我没有看过话这么多的小孩，别人讲话你儿子讲，别人不讲话你儿子还讲。我就写联络簿我写联络簿回答老师，我说：亲爱的老师，因为您还不认识他爸爸，你还不认识我，话更多，他遗传我的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他老师跟我的儿子缘非常的不好，这是我儿子小学4年级的老师，我儿子到现在还告诉我，他爹地那个老师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恶缘。这个老师写联络簿跟我说，叫我到学校去，他说：你的孩子算术这么差，长大了怎么办？我到学校去见老师，我说：老师，我的孩子算术这么差，长大了请会计没关系，他不用算术那么好。我说：我儿子钢琴弹得很好，你不考钢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说：老师，你千万不要打我的儿子哦。老师说：为什么？我说：我的岳父非常疼这个孙子，你打了他的孙子，他会来找你麻烦哦。我的孩子算术不好，可是我要求我的孩子上课要听老师的话，品德要好。我说：老师，你千万不要打他。老师说：那请问我怎么处罚他？我说：你罚他浇水啊，你们教室门口不是很多的花草吗？树木他去浇水，这个我们家长接受。我跟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报告，当儿女妻子有软弱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做老公的，我们做爸爸妈妈的，我们要挺住我们的孩子。你知道，我真的看到小学生的自杀案例我非常的心痛。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问题出在哪里，那么小会选择从楼上跳下来，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？会不会是真的是沟通不佳呢？我告诉我的孩子，我说：孩子，你长大做个清道夫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身心健康。我说品德是最重要的，你功课不好没关系，爸爸功课也很烂，但是呢，你上课呢，你要认真听课，你要做得特别端正，你功课你特别要写好，你不要把头伸出来让老师找到你，老师跟你的缘已经不好了，你要懂得把自己躲起来。各位先生各位女士，我觉得我们的心要知足，要善解，要感恩，要包容。我常常感恩我的孩子到我家来做我的孩子我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说我怎么这么好运有你这样的孩子。我也常常跟我太太说，我说我怎么这么好运娶到你那我太太是这样子，我们结婚37年了，她后悔36年半了，她非常非常的这个委屈她说老公你这么丑，娶了我这么漂亮，你高攀了。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高攀了。各位先生各位女士，各位读书会的朋友，我觉得我们心不要乱，顾好我们自己的心，够后咱的心，我们的心不要离开空性。空性是什么呢？空性就是大慈大悲。我们要慈悲孩子还不懂，很多道理还不懂，我们要慈悲妻子，因为被我们自己惯坏的，活该。我们要慈悲妻子，我们要了解空性，都是梦幻泡影，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诸佛菩萨来到人间，上人来到人间，都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假的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有一句话说，圣人求心不求佛，凡人求佛不求心。我们应该管好的是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心不住在恶念上，我们心不住在不耐烦上。上人说，
有读册的人爱量无读册的人，就是说我们学过佛法的人，我们心中有佛陀的智慧，我们心中有着上人教导我们的智慧，我们要让那些还没有这样智慧的，譬如我们的孩子，他还没有这样的智慧啊。上人说，领受教法，身心愉悦。那有法在咱心中，我们有法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多么的愉悦啊！那孩子还不懂啊，孩子有没有压力？当然有啊。老婆有没有压力？当然有啊。嫁了个不好的老公，就是我啊。凡事都是多认自己错，莫论他人非。我觉得建立自己的家庭净土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我想请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自己你觉得您自己好不好教？这样好了，我来问，您觉得老公好不好教？老公好不好教？我在分享的现场，大部分人都是说老公是不好教的哦。第二个问题，老婆好不好教？第3个问题，孩子好不好教？师兄师姐，日出东方，这个日出东方表示说我们心中的摩诃般若智慧现前了。我们要续佛慧命，我们要续佛的慧命，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摩诃般若智慧。佛陀说般若说了22年，佛陀总共说法49年，几乎占了佛陀说法1半的时间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什么是如来真实义？就是学习佛陀的摩诃般若智慧。我们心中的智慧现前了，我们自然看一切的境界都是非常的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。我们在是非中看不到是非，我们心地光明；我们在烦恼中看不到烦恼，我们心中有智慧。有一个爸爸写信给我，说他的儿子打他。爸爸写了好多的信抱怨这个孩子。我跟这个爸爸见面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爸爸，请问你你说你的儿子打你是你坐在客厅，都不动，孩子跑过去打你，孩子说你打孩子，孩子还手。”这个爸爸想一想跟我说：“对哦，是我打孩子啊，孩子还手打到我。”我说：“爸爸，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不同哦。”后来把孩子跟爸爸的误会调整好以后，你知道这个爸爸原来写了一大堆的信抱怨他的儿子。当跟他的孩子调整好以后，两个父子抱头痛哭。这个爸爸写了好多的信来给我，赞美他的孩子。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。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常常比孩子难教。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孩子，我们可能用了10%、20% 的注意力在孩子的身上。对不起孩子可是放了80%、90%的注意力来观察我们我们对孩子因为不用心，我们没有真的用心去了解孩子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孩子离我们越来越遥远。当我们一旦发现的时候，往往会觉得晚了一点点。佛陀说，我们来人间，我们会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，我们追逐错误的东西，我们追逐事业，我们追逐金钱，我们追逐爱情，我们追逐名，我们追逐利，我们永远贪求。我们追逐错误的东西，你看，有的人跑去打牌，有的人跑去唱卡拉 OK， 结果半夜呢，喝醉了，最后呢还有凶杀。有的人教小三，结果呢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这种案例比比皆是。所以我记得，
证严法师跟我们说，快乐不是拥有的多，快乐是计较的少。日出东方，我们心中的智慧现前，我们要做对的事情，千万不要把错的事情做对了，不要追逐错误的目标。要环游世界才快乐，要买豪华的东西，买昂贵的东西，买贵的车子，追逐这些物质的东西，我觉得它不是重点。我觉得生命的重点应该是我们学习佛陀高超的人格，我们学习佛陀的高超的摩诃般若智慧。佛陀的高超的人格品格，佛陀的摩诃般若智慧，我们运用在生活里，幻化成帮助苦难的力行，这就是慈济世界。各位爸爸妈妈，今天讲的主题亲子关系，其实我们要学习缩小自己。我们做父母的不肯缩小自己，觉得做爸爸妈妈的怎么能跟儿女道歉呢？为什么不能跟儿女道歉？为什么不能抱着儿女，告诉他我们爱他，我们好荣幸、好欢喜他来做我们的孩子？有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，11岁，把爸爸妈妈锁在门外面3个小时。爸爸妈妈写信问我，周师兄，如果是你怎么办？我说现场那当然气昏了啦，现场不要去解决问题，现场就算啦，装聋作哑算啦。可是我会等儿子心情好的时候，说不定哪一天儿子还没有起床哦，我跳到儿子的被子里，把他搂着说：“儿子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小脑袋古灵精怪的，怎么把爸爸妈妈锁在门口，锁了3、4个钟头啊？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呢？哎，爸爸好爱你哦，你真的是爸爸的宝贝，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呢？”我觉得要跟儿女，我觉得不要让儿女一下就把我摸透了。儿女猜我们会发脾气，我就不发脾气，我逆向操作。我们来做儿女的朋友，来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好，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，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。我也看过很多的爸爸妈妈女儿，这个爸爸夹在妈妈和女儿之间。很多的妈妈呢，因为长得是有一点外形，老公很疼哦。然后呢，女儿呢是老公上辈子的情人，老婆呢是老公这辈子的情人。哎，这辈子的情人跟上辈子的情人2个人闹不愉快，你看那个老公在中间苦不堪言呐。我劝很多的妈妈，不要以为仗着丈夫疼你，丈夫宠你，在家里数螃蟹。什么叫数螃蟹？横着走啊，欺负老公啊，然后对女儿来讲也是讲话也是非常的威权呐。我觉得能不能够说牵着老公的手，缩小自己，2夫妻一起牵引着我们的女儿，宝贝女儿一起成长呢？小女孩古灵精怪的，那真的比男孩子脑袋复杂的多得多得多。小女生哦，古灵精怪。但是 anyway， 她到我们家来，都是跟我们有缘。我们能不能做妈妈的，牵着爸爸的手，缩小自己，然后一起来把女儿陪伴女儿成长，陪伴女儿。其实女儿有诸多女儿的难。他们的成长也很不容易耶。小海龟的生存率是只有1/1000、2/1000哎，大部分的小海龟都被一些掠食者吃掉了，不容易的，一念之间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也鼓励各位爸爸妈妈，我们不要做妈宝，不要做妈宝。很多的父母啊，太宠儿女了，舍不得给儿女吃苦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看到这样的妈妈，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这么的疼他的孩子，把他的孩子保护得太好了，让孩子予取予求。孩子都30岁了，还要照顾得无微不至。当孩子犯了错，你说要怪妈妈还是怪孩子呢？我觉得妈妈也有很大的责任。我是非常鼓励
做爸爸妈妈的，从小就要帮助孩子认识吃苦的意义。吃苦一定了苦，苦尽甘来。我们舍不得给儿女吃苦，妈宝，那真是悲哀啊，那真是辛苦啊。我们害了孩子啊，我们不花时间跟孩子沟通，不花时间引导孩子、教导孩子，我们不花时间两夫妻沟通，两夫妻不同心。我们有一句古话说：“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尤其当儿女发生了问题的时候，更需要夫妻共同找出问题所在。有时候做儿女他非常的聪明，他认为爸爸妈妈既然不和，我不孝顺爸爸是因为我跟妈妈是一样的，我跟妈妈是非常好的，他会偏了。我跟爸爸很好，所以我对妈妈不好，这样是不好。当儿女行为产生了偏私行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警觉，这是一个讯号。我常常体会是父母比儿女更难教，我们做父母的比儿女更难教。你知道，在佛经上看到一个祖师的开示，我吓一跳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你有没有看过一种人很坏的脾气？你有没有见过？有一种人急性子、坏脾气、恶口。你知道佛经上说为什么这个人恶口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坏脾气？因为他好色，他重情欲。有没有听过欲火？欲火，这个欲火会烧到肝变成嗔火。所以你看，坏脾气的人好色，好色的人坏脾气。我觉得当孩子的行为发生偏私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先要自己反省。我的师父证严法师教导我们向天忏悔，向地感恩。我们要从自己来改变，改变自己，忏悔自己的过失。那孩子已经有偏私行为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建议您成立辅导家族。譬如说，我如果要认养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通常会成立一个4个人左右的辅导家族。我找4个到5个师兄师姐，我们合起来认养这样一个孩子。4、5个人一起来认养一个孩子，我们彼此也可以商量。而且有时候呢，这个礼拜你带孩子去吃个饭，下个礼拜我带孩子去看个电影，再下个礼拜他带孩子去做家访他带孩子到养老院，他带孩子去养猪场看猪怎么被屠宰。我们可以分工，大家都不会很累。如果您的孩子真的已经发生了问题，我建议您考虑成立辅导家族。因为我们这里提这个很重，有时候孩子跟我们语言不好像我有个大哥，他精神病已经50、60年了，他大学2年级发病，现在72岁，你看50、60年咯。我这个大哥精神病他只找一个人麻烦，只找我妈的麻烦对我好得不得了。有时候他来讨债他就讨这个人。那我们提得很重我们成立辅导家族，多找一些师兄师姐来帮忙，帮我们分担一点。有时候一个桌子，我们要推倒他，一个固执、刚强、无知的孩子，我们要推倒他这张桌子。这个桌子有4只脚，你不要一次推倒4只脚，孩子受不了。我们先从辅导家族来动手，先推倒1只脚。佛陀说，有一个绳子打了5个结，一个绳子打了5个结，你不要同时想解5个结，你一个一个解，先解1个结，不要同时解5个结，一个都解不开。古有名训女人不温柔，家财往外流。我要问读书会的女众，你爱不爱钱喜不喜欢钱
不要说多有钱，起码你用的钱你有，这样好不好？不要坏脾气，不要坏脾气，不要急性子啊！欺负老公，在家当螃蟹。有一种女人哦，在家里面哦，像鬼一样。她虽然不骂老公哦，她很阴暗，她生闷气，哇，一股阴风，吓死人。女人不温柔，家财往外流。爱钱的女人对老公好一点，把家经营好。财富是招赶来的，财富不是赚来的。开玩笑，满街的人不是为名就是为利，哪个味道了？吹牛的。但是招赶来的，上辈子有，所以这辈子呢，可能经由一个贸易，经由一个科目，他去银行把钱提出来，如此而已。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空性。佛法有3个力量，一个是慈悲力，一个是智慧力，一个是柔软力。女人一定要温柔，我们男人也不要在家里面耍狠，怕某低高骨，欺负老婆，那算什么好汉呢？老婆我们娶来了，我们认了嘛，认命认分。如果老婆真的有各方面的不足，你要慈悲她，你要慈悲她。儿女小，他无知，上人说的，那我读册的，爱两波读册的。我们有佛法的人，要让那个还没有学习佛法智慧的人，我们要让他，要慈悲他。慈悲没有敌人，慈悲没有敌人。佛法的3个力量要慈悲。其实帮助别人是帮助自己，害别人就是害自己。你慈悲妻子，慈悲孩子，就是慈悲你自己。上人对感恩户，上人不是叫我们要爱他哦，上人叫我们要疼惜感恩户，要疼惜耶。上人说爱感恩户还不够，师兄师姐，你疼惜你的妻子吗？你疼惜你的孩子吗？大慈大悲。第2个智慧力，在智慧的觉照下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。Nothing is free. Nothing is free. You get what you pay for. 你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所付出的，没有事情是白白得来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那如果孩子已经行为偏失的很厉害了，你怎么办？孩子已经如果非常的离谱了，你怎么办？我觉得你先救你自己，你稳住你自己的脚步。您看那个航空公司啊，航空公司规定，空难来的时候，先救大人，不要先救孩子，因为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啊，那是分秒必争。你先救了孩子，如果你落难了，孩子还是没有救。你先救你自己，你才有那个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你的孩子。真的，我们的孩子行为非常的偏失和离谱的时候，我鼓励各位妈妈，先保护你自己，先救你自己，站稳你的脚步。你是孩子永远的后盾，你保护住你自己，你才有能力将来在孩子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帮助你的孩子，拉他一把。你垮下去，孩子要背负不孝的业，他背不起。第3个，柔软力。我知道孩子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，尤其是行为偏失的孩子。师兄师姐，能不能好好讲啊？能不能话好好讲啊？不要那么急呀。像我的孩子，我记得在他成长过程中啊，我有时要跟我孩子讲一个事情哦，我分3次讲，我不一次讲，我一次讲1点，但是我永远打在那个红心上，我一次讲了这样1点点，第2次找机会我讲第2点，第3次找机会我讲第3点，我永远打这1点，但是呢，慢慢的，孩子就听进去了。我觉得柔软是大力，
不要那么刚强，不要急性子、坏脾气，小心中风。中风的近因往往就是坏脾气。很多人摔跤就是因为坏脾气，心里面有事情，一个没有走好，滑倒摔跤，受很严重的伤，甚至于跌断手、跌断脚，甚至于中风。柔软力很重要，师兄师姐帮人帮自己，害人害自己。在静思语里面呢，我记得证严法师在30年前教我们一句话，说看得过要忍得过，看不过更要忍得过，都是因缘果报。有什么事情看不过呢？老婆你自己娶的啊，孩子你自己生的啊，老公你自己嫁的啊，退一步不就海阔天空吗？一念之间啊，道以寂灭为体，行以离相为宗。道就是智慧，道就是真理，道就是摩诃般若，道就是真如。道是以寂灭为体的，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，宁静下来，笑得甜甜的，一个充满着智慧的甜甜的淡淡的安静的微笑。道以寂灭为体，哪有智慧很高的人很聒噪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要追寻智慧，我们就要安静下来，不要怕寂灭。你看我们证严法师就好了，你要看到师父大笑，那是你很难很难很难的。你要看到师父小小的笑一下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师父的相貌是清净的，师父的相貌是光明的，师父的相貌是坚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离欲啊，是他善覆六根，他的六根照顾得非常的好，善覆都覆盖住了，六根覆盖住了，所以他的六根，他的相貌展现出来的是清净的相，是光明的相，是坚固的相。行以离相为宗。如果我们要学习行在菩萨道上，我们要离相，不要被境界所影响。老婆念2句，儿女不如意，天经地义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哪个女人不念呢？哪个女人不念你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没碰过嘞。我常常在分享的时候，我问很多的师姐，在家不念老公的举手，我跟你报告，凤毛麟爪，太少了。Most of 都会念老公啊，你娶谁都一样，觉悟就没事了。一念之间，海阔天空，日出东方。缩小离相，我们做父母就是儿女的眸，这是上人的静思语啊。证严上人告诉我们，我们父母是什么样的图章，我们盖出来，我们的儿女就是那个样子。我们怪谁？怪自己啊！我们孝顺吗？我真的看过哦，夫妻生了2个女儿，非常幸福了，老公坚持要生一个儿子，好，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个儿子从小打架闹事、抽烟、吃槟榔、喝酒、混帮派，脾气坏到不行。我去这个家庭做了解的时候，这个孩子为什么脾气这么坏？因为他的阿公脾气很坏，隔代遗传。父母是儿女的眸，你看这一对夫妻2个女儿幸福美满，还不满意，非要生个儿子来修理自己。结果来了，后来儿子最终，当然了，出入少年观护所啦，这个服刑啦，最后呢还是自杀了，非常的辛苦。我觉得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知足比较好。证严法师教导我们语言的穿透力啊，人人都希望咱讲话来别人会听，我们讲话别人会听啊。证严法师教导我们，你希望你讲话别人会听，有2个秘诀。第一个，你要礼敬诸佛；第二个，你要发露忏悔。有一个师姐就问上人说：“上人，什么叫礼敬诸佛啊？我听不懂。”上人说啊，我如果要去你家，
你会做什么准备？这个师姐说，上人，如果你要来我家的话，我会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买最好的水果，哇，我会把家里弄得非常非常的整洁整齐，甚至于我在门口铺红地毯欢迎你啊，准备最好的食物、最好的茶招待你。这言法师说，你对会众的接引就要这样子，礼敬诸佛，疼惜苦难。我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哦，对苦难哦，你在帮助照顾户的时候，你是非常严格的审视别人哦，这种态度是跟上人理念是不一样的哦，是不对的哦。我们要疼惜苦难，要礼敬诸佛，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妻子、我们的老公，我们要礼敬诸佛，我们要发怒忏悔，在大众面前诉说自己的过失，不要复藏。那不丢，那讲，我们向儿女认错，我们向妻子认错，向老公认错，柔软是大力，都是不增不减的。这边你柔软了，那边说明你躲过一个癌细胞啊。上人叫我们要缩小，要缩得比奈米还要小啊，让细菌都找不到我们呢。搞不好你这边缩小了，那边那个，躲过一个中风也不一定啊，都是不增不减的啊。记得啦，不要有恶念，善护好咱自己的心，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，不要在80田中被境界所牵引，种下恶念。我们前念善，后念善，当下一念善，念念善。有一个弟子啊，问一位祖师说：“祖师啊，念什么咒最有效啊？什么咒最灵感啊？大悲咒吗？楞严咒吗？”那个祖师跟他说：“善良的人念的咒最灵感。”师兄师姐不要迷信，佛法是讲教育，卡塔西德品格教育，人格成佛格成。多向孩子发出 SOS 逆向操作法。孩子大了，孩子6岁了、8岁了、10岁了，让他承担家庭的责任，告诉他爸爸妈妈不是全能的，爸爸妈妈也是会生病，也是会软弱，也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他来配合、来帮忙。他是家庭的一份子。什么叫易行道？什么叫难行道？要求别人呢？批评别人呢？责难别人呢？是易行道。好简单哦，一个嘴啊，批评别人。所以啊，有一个祖师说啊，嘴巴闭上，成佛一半。这个嘴巴才很要命。很多师兄师姐啊，你手上所做的功德，脚所行的功德，都被这个嘴败掉了。别人作恶，别人的无名，别人的习气，你为什么来破坏你的道心呢？你为什么来破坏你自己的？不要来破坏我们的善心嘛！不要，我们来行难行道好不好？要求自己是难行道，我们用严格的定课，好不好？别人的事情我们尽量不要有意见。上人居然跟我们说哦，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可是我们有意见，叫做攀缘。这个代志跟咱无关系，咱有意见寥寥，这叫攀缘。你起心动念，眼耳鼻舌身意往外攀，被境界所转，这个永远沉沦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，那怎么修行啊？不要随便批评，好不好？我们燃起心中智慧的火炬。一个老先生，62岁，那是年轻我很多了，我69岁了。那个老先生呢，一辈子就是喝酒，就是喝酒，就是喝酒。这个老人家啊，有机会遇到佛陀，他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，我完蛋了哈！我一辈子就是喝酒，我一定会坠落到三恶道，到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对不对？”佛陀说：“不一定。”佛陀开示这位老人家，佛陀说：“老人家，500车的木材多不多？”佛陀时代没有汽车的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、象车，500车的木材很多哦。这老人家说：“多啊。”
佛陀告诉这位老人家，一支小火柴能烧尽这500车的木材。智慧的火炬，我们心中的摩诃般若智慧，能烧尽我们多生多劫的生死疲劳，烧灭尽我们一切的妄念妄想。智慧的火炬，师兄师姐，不要计较上人的名言，卖给搞啦，卖给搞。我有4个朋友哦，想来跟你借房子住，你借他好不好？我有4个朋友跟你借地方住好不好？我这4个朋友啊，叫做喜神、财神、福神、善神。怎么样他来住呢？我们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，我们来学习成长，领受教法，身心愉悦，绝不发脾气。上人说的假古丢精，假酒就真，假酒就真，身教重于圆教，圆人受法，一切法皆圆。我们心中是圆满的，我们的心是充满摩诃般若智慧，是圆融无碍的，圆人受法，一切法皆圆。我们持清净的戒律，哪有这么多的啰里吧嗦的事情？我们看不到是非，我们听不到是非，我们善说法要，别跟人恭维，跟人恭维，重点赶快讲。我们善答法体，我们缩小自己，我们放空自己，我们尊重孩子，尊重妻子，我们善于譬喻。孩子还小，像一个小小的小花波一样，他哪里长歪了，我们用耐性陪伴他，把他的不长歪的小花小草把它修整好。感恩的孩子其实具有无尽的智慧。祝福大家感恩。